看完这段视频，我气得浑身发抖。哎，过来，你过来，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这段视频最近在日本圈疯传，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中国女子带着年幼的女儿在日本旅游，母女俩在涩谷十字路口过斑马线时，毫无征兆地被一名日本女子故意撞倒。更过分的是，撞倒小女孩后，这名日本女子还故意踩了一脚孩子妈妈的脚，全程嚣张跋扈，没有一丝歉意。视频传到网上后，迅速引发热议。可谁能想到，最让人愤怒的不是日本女子的恶行，而是日本网友的甩锅操作。有一名日本网友转发视频时公然造谣，故意撞倒小女孩的是中国人，看打扮就像中国大陆人。中国人撞倒小孩从来不会道歉，要是日本人肯定会主动道歉。就是这样一句毫无根据的谣言，竟然获得了近 4.8 万点赞，8800次转发，足以看出在日本有大量网友认同这种甩锅言论，仿佛只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先扣到中国人头上就是他们的本能。更可笑的是，不少台湾网友一开始也被带偏，误以为撞倒孩子的是中国人，跟着一起指责，直到更多日本网民和台湾网民深挖后才发现真相狠狠打了所有甩锅者的脸，那名故意撞人的就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女子。更让人不齿的是，那个造谣甩锅的日本网友在真相曝光被网友打脸后，竟然还在原帖下狡辩，说什么让小孩受创的行为任何国籍都该羞耻，日本也会犯错，但这里是日本。这番话看似中立，实则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同胞，丝毫没有为自己的造谣行为道歉，骨子里的傲慢和双标展现得淋漓尽致。更让人费解的是，除了日本网友甩锅，还有一部分台湾青鸟网民明明真相已经摆在眼前，却依然嘴硬，声称这段视频是 AI 炒作，是故意抹黑日本人。小编真的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他们不是真正爱台湾，而是盲目崇拜日本。哪怕日本人做错了事，哪怕伤害的是台湾同胞，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帮日本人护航。这种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举动实在不可理喻。其实很多去过日本旅游的国人应该都遭遇过类似的故意撞人行为，而这类人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撞人族。他们早已成为日本街头的一大隐患，专门针对游客、女性和学生下手，尤其是在东京、大阪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商场、车站等地都是他们的高频作案区域。经过专业媒体调查，这些撞人族主要以男性为主，被称为撞男，其中40至60岁的中年男性占比极高，所以日语里还专门有撞叔的说法。正常情况下，哪怕是不小心撞到人，日本人都会下意识说一句对不起，但这些撞男不一样，他们撞人后从来都是一言不发，快速逃离现场，留下被撞的人一脸懵，甚至受伤倒地。别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碰撞，受伤者轻的会被撞得淤青，重的甚至需要送医治疗。而这些撞男撞人的原因说出来也是让人恶心。据被警方逮捕的壮男交代，一开始就是典型的痴汉行为，他们通过用胳膊肘触碰女路人的身体，寻求不正当快感，久而久之就上了瘾。后来随着赴日游客越来越多，再加上日本社会长期的压力和情感压抑，撞人族的群体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女性成员被称为撞女。更离谱的是，他们还自我标榜为社会义警，声称自己撞人是为了惩罚那些边走边玩手机给别人添麻烦的路人，尤其喜欢针对看起来像游客的群体，独行女性、老人、小孩都是他们重点下手的目标。在他们眼里，自己的恶行竟然成了正义之举。
结合日本当前的治安形势，近期日本全国治安事件发生率同比上升23%，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占比达37%，壮人族的恶行更是愈演愈烈。小编必须严肃提醒所有计划赴日或者正在日本的国人，一定要做好防范，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看完壮人族的罪行，你以为中国人在日本的危险就没了？那你就太天真了。就在2026年2月25日傍晚，大阪市筑吉区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一名36岁的中国籍男子走路时突然被人从背后袭击，对方用类似电棒的器具直接顶住他的后脑，短暂的电流刺激让男子瞬间失去反抗能力，短短几秒钟，他随身携带的背包就被抢走，包里装着足足500万日元现金，折合成人民币约25万元。警方通报显示，现场至少有2名作案者，全都身穿黑衣，帽子压得很低，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行动干脆利落。得手后立刻撤离，没有丝毫停留。受害人额头被撞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目前周边监控已经被调取，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小编猜测，按照日本警方的效率，想要抓到凶手恐怕没那么容易。可能有人会问，正常人谁会大晚上带着500万日元现金在街上走？其实在日本，现金的存在感依然很强。虽然电子支付比例逐年上升，但二手车交易、小规模生意周转、不动产定金、短期资金交付等场景依然以现金为主。对于在日本做生意的人来说，500万日元其实不算罕见，但把这么多现金带到街头，无疑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但这起案件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并不是携带大额现金这件事儿，而是作案手法的针对性。电棒是有备而来，不是随手可得的临时物品。2名凶手从背后袭击，目标明确，撤离迅速，显然是提前做好了准备，甚至提前掌握了男子的出行路线和携带现金的信息。要知道，随机抢劫根本无法预判金额，而这起案件，凶手显然知道值得出手，这种精准度绝不是偶然。2024年11月20日，同样是在大阪淀川区西中岛的一处公园，发生过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案件，简直就是复刻版操作。当天傍晚6点20分左右，一名32岁的中国籍男子，因为和别人约定换汇，携带了约1200万日元现金赴约，结果刚到约定地点就被2名黑衣男子从背后夹击，对方同样使用类似电棒的器具攻击他的颈部，让他当场倒地。混乱中，约300万日元现金散落一地，剩下的900万日元被凶手抢走。警方随后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抢劫伤害案。这起案件还有更复杂的细节。和受害人联系换汇的是一名29岁的中国籍女性，她声称自己需要兑换50万元人民币，用于在日本购房，所以特意从神奈川县跑到大阪见面。可笑的是，事发后这名女子并没有逃离现场，反而被受害人追赶控制，随后报了警。面对警方的调查，她一口否认自己和2名凶手有关联，也否认参与了暴力行为。直到现在，实施抢劫的2名核心嫌疑人依然没有被抓获，身份也没有公开确认，只有受害人和这名涉案女性是中国籍，这一点已经被官方报道确认。这2起案件时隔1年多，地点都在大阪，有着高度一致的特征，作案时间都是夜间，目标都是携带数百万以上现金的中国籍男性，凶手都是黑衣遮挡，从背后用电棒袭击，得手后迅速撤离。虽然目前警方还没有公开确认这2起案件是不是同一犯罪团伙所为，但从犯罪分析的角度来看，手法、目标群体、金额区间高度相似，大概率是同一团伙延续作案。2月26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已经发布安全提醒，明确表示，鉴于近期日本治安不敬，类似案件频发，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已在日本公民要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加强自我保护。若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总领馆求助。要知道，领事馆不会轻易发布这样的提醒，一旦发布，就说明日本的治安形势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可能还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去日本旅游不携带大额现金就不会有危险。但小编想说，你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撞人族，能保证自己不会被针对性盯上？日本近期的治安状况持续恶化，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占比高达37%。中国人在日本似乎已经成了某些不法分子的重点目标，无论是撞人族的恶意袭击，还是精准抢劫，都在提醒我们，日本早已不是那个所谓安全干净的国家了。那些还在计划赴日旅游、留学、经商的国人，真的该醒醒啦！别再被日本的表面光鲜迷惑，也别再抱有侥幸心理，你以为的诗和远方，可能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小编不是要刻意抹黑日本，而是基于真实发生的案件，基于领事馆的安全提醒，客观地告诉大家，现在的日本对中国人来说真的不安全。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